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你有没有发现呐？明明现在的房子比以前结实多了，为什么老年人还是特别在意头顶上的那根横梁，甚至说横梁压顶是不好的风水格局。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到底是迷信还是真有科学道理。咱们先说说古人是怎么看的。在老房子里柱是撑天的，梁是稳地的。房子稳不稳，梁特别的重要。所以造梁的材料是有讲究的。皇帝都用金丝楠木，甚至家里的宝贝也都常常藏在梁上。这梁不光代表着身份，更关系到全家的安全。那么重的梁要是掉下来底下的人那可就惨了。所以古人都知道梁底下别放床，别摆常坐的椅子，就是怕老有人在那里待着。那问题来了，现在盖房子都是用的钢筋水泥，结实得很，塌房的风险是小多了。为什么横梁压顶这事还是让人担心呢？这里头有两个现代的原因。第一个就是材料变了，钢筋水泥的梁里面有些金属的组合会产生对人体不太友好的磁场。第二个就是结构的问题。你看那横梁从天花板凸出来，它底下的那块地方的气场就感觉被压着了。再加上钢筋产生的磁场影响就会放大。虽然不是说在梁底下站1分钟就会出事，但是如果你长期在下面办公或者是睡觉，很多人就会莫名其妙的老觉得头疼、头晕，浑身不得劲。尤其是睡上下铺的同学，头顶正对着横梁的话，影响是明显的。这种情况下，真心的建议你提前的避开，或者是想想办法来化解。那该怎么化解呢？上策当然是能躲开的就要躲开。办公桌在梁下，那这样就搬到旁边去。床在梁下，那么就换个位置摆，离它远点是最省心的。但是咱们也知道，很多城里的房子家里的空间是有限的，挪不动怎么办？别急也有化解的法则。我们可以在横梁的两头挂个葫芦，或者是挂只箫，也就是消灾的好意头，这叫化梁器。老法子是在横梁接缝处给它加固。现在挂东西主要是象征性的化解，求个心理的安稳。其实现在房梁掉下来的危险是很小的，真正烦人的是钢筋那些不好的磁场。所以更治本的方法是给横梁的底面和边角包上一层铜片，这样就能有效的阻碍有害的磁场。包好之后再装个假的天花板遮住，又好看又能解决问题，一举两得。最后画个重点，对付横梁压顶能避开绝对是最好的。实在没有地方躲，再用这些化解的方法。要是床实在是挪不动，梁也没法包铜片，那最简单的就是在梁的两头挂上葫芦或者是箫，也能起点作用。家里住的舒不舒服，细节很重要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